Hello，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做的大众占卜的题目就是这个333天使讯息。现在的你正处于人生的哪个转捩点呢？如何可以加速你的愿望成真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合作的就会是这个的大天使乌列尔。那大家好啦，我是 Arif。那我们今天这个的题目呢，我觉得刚好我们推出这个的影片的时候呢，就是刚好上半年过去了。那不知道你觉得今年到现在为止过得怎么样呢？在我智商的个案的时候呢，就不少个案说啊，好忙哦，好累哦，这半年好多东西在做，或者很多东西发生了这样子。那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啊，说不定可能让你会对于你上半年发生的事情，跟接下来下半年其他事情会怎么样的发生呢，可能会给到你一些的启示这样子。那一样呢，我们也是有3个选项的，分别是选项1、选项2。还有选项3，那你可以感觉一下，你觉得哪一张牌对你最有感觉的？然后，如果呢你还要时间去感受的话，可能你就暂停一下。就是基本上，我觉得直觉第一时间觉得就是它了，你就选那个就对了。那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的想法 ，OK？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正式进入解牌喽。好了，我们首先来到的就是会是第一组的选项。那我们第一组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哦，就是这个我们会叫做送子鸟这个东西。那在雷诺曼卡里面呢，这一张牌，因为我们会首先看的是你现在在哪个方面的人生会出现这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很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张牌啊，它本来自己的意思，它是意涵呢，是指它，就是代表一个很大很重大的改变，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特别准备进入人生的传升的时期的一张牌。那我们接下来就有抽到另外一张跟它一起接的，那我们就说啊，我都有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转变是什么？这个我们接下来抽的是狐狸。狐狸的话呢，它代表的意思是关于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或是你的事业上的部分，甚至乎有可能是你工作的环境有所改变，甚至乎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跑道，就是第一我前面第一张牌看到嘛，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阶段，可能你前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你是准备要转入一个全新的时段，可能以前是工作，现在变成要创业，或是你可能以前是可能你以前是自由业的，现在要进到公司的体系，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这样子。那这个主要是跟你工作的地方，或是你工作的事业有关的。说不定可能你以前在某一个地方工作，现在要换工作了，可能你的公司换地点了，这一种也算。可是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偏向是好的哦。如果是这个送子鸟在这边的话，那所以的话，有可能我觉得选这一组的朋友啊。一定可能你现在多多少少对于你生涯的规划、你的事业的想法是有一些的，觉得好像要改变啊，或是我要行动，或是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的可能计划，可能是有些想法的。那我们当然就是在接下来不止这2张牌，关于去看一下你在哪边啊。那我们还有其他的牌去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会出现这个转折点的。首先我们抽到就是这个意想不到的财富。然后小病哦 ，OK， 这个 short illness，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预期。好，这几张牌就是如果我在出现转折点，有可能第一个出现的方面就是意想不到的财富。看来这一组呢，我觉得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迎接丰盛的财运。请你们如果真的有愿望成真的，记得赞助 Aris 老师 ，OK？ 我们下面你可以就是打响的这样子，那你记得过来还愿哦。如果成功的话，那我觉得，因为如果抽到这个的话，有可能就是你说不定有突如其来的钱，因为它特色在于它是你没办法想象到的。就是有可能我觉得不一定是现在什么什么只限于什么中彩票之类的，有时候可能突然有一个机会，有人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快点赚到钱之类的，也不一定。OK， 反正就是有你想都没想过的财富会发生。那另外呢，这个小病呢 ，OK， 就是有可能，当然我觉得有可能你很忙碌，或是你一些状况有一些小病出来了，因为很好还好，就是这个是短的，就是它不是一种严重的病，可能是感冒啊、头痛啊这种的，有可能是提醒一下你的压力很大，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事业面临一个很重大的全新的这个阶段的话，有可能你会压力很大，你会睡不好。
给我的感觉，因为你看他感觉就是好像头很痛啊，睡得不太好的感觉，所以有可能也会因为这些转折点让你的健康会有影响，可能一直都很健康的，发现最近有一些小毛病这样的出现。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预期期望了，我们会叫做，就是期望的话，就是可能你人生以前是期望要达到什么阶段的。可是现在可能因为某些事情出现，可能你的期望要改变，说不定你可能以前我只希望可能拥有1套房子，我现在的期望要改变，我觉得可以拥有3套房子，甚至乎我可能以前觉得我做到这样就好了，现在我对我人生的期望有新的想法、新的改变。那我们接下来会看一下塔罗牌，看看到底还有什么方面你会有出现一些什么转折点呢？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这个宝剑侍从的正位。第二张抽到是恋人的正位，所以如果是我们首先第一张啦，这个宝剑侍从就是我们的这个牌的话呢，就是说首先呢，我会觉得就是你以前可能有一些想法是觉得很有戒备心的，因为他本来这张牌是这个警觉性。OK， 就是可能你会发现他就是好像你有种就是他拿着这个剑守护着一些东西，特别是我觉得因为他里面有本书嘛，我觉得他是守护一些知识，守护的一种一些的他坚持的他之前过去的一些经验这样子，就是很小心翼翼的去看管的。那可是我会觉得现在的你有可能你有些突如其情的发生，打破了你可能一直以来的观念。有时候我说想法改变，运气就会改变。你可能觉得以前信的那一套或是做的那一套好像已经跟现在的社会或者也跟现在你的人生状况不符合，所以可能你的思想上的改变就会导致到你后面可能下半年的新的东西就会不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一张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恋人牌，所以有可能你的恋爱关系会迎来个大的转折点我会觉得就是可能要进入新的阶段，例如有可能是你本来跟他已经有对象的，可能你们准备再进入可能同居，甚至不要到结婚。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可能你要脱单了，我会觉得是因为恋人这个牌就是这个你也知道，就是在塔罗牌来说就感情就一定的啦，而且一定是男女之间的感情 OK， 而且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向，因为它的正位啦，而且它的刚好我这一副牌它是有个很大的太阳在里面，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桃花运很强。那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桃花运有多强的话，我很建议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一些直播跟影片，因为我最近因为我们这已经在这个影片上的时候，这土星因为他说木星已经进了狮子座了，所以就是我们说桃花运爆发一整年的时期。那如果大家想真的是如果还没有对象或者有对象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爱的话，你就可以看一看之前我的影片好了，我们再接下来要看的就是说，既然我们这方面有可能出现转折点，那就是我们既然现在这个是一个转折的当口，那之前你是怎么过的呢？或是你过去一段时间你的情况是怎样的了？我们会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第一张呢就是抽到这个的叫做 Rainbow OK 这个东西。那我们首先看看呢，这一张就是它的这个44号牌，这个是一个植物。那这个植物有什么特别的？首先它的他说是过去一个很困难的时间你是觉得自己如果根据他的这个书写，你是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而且觉得就是很陌生，或是你会觉得那种很难去过的前一段时间，你会觉得你觉得就是你觉得可能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价值，或是你觉得自己好像不配的，好像觉得自己做那么多，或是你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我好像没办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觉得有种很强烈的不配的感，甚至乎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当时候曾经应该过去的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它的就是说你运呢不在你的手上，你会有种觉得好像事情发生不如你所愿，你会觉得好像没有被宇宙或是宇宙的步伐所接住的感觉其实呢，就是他说这一个植物它其实是大自然一种保护性跟疗愈性的植物，它是用来帮助你去重建你的防备的。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可能之前遇到很多这些事情，可是它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加强你对你自己的防备，加强你的武装，就是你的壳变得更坚硬，变得更强大这样子。
那我们再看看你到底前一阵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了，有点累哦。我先跟你说，如果是这张牌的话，都不是点的了，应该都挺累的了。我相信抽到这一组的话，好了，我们接下来抽到其他牌看看。好，首先第一张是这个界限呢 ，OK，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没有画足够的线哦，是什么意思嘞？就是说，可能啊，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么累？是因为可能你之前很投入的去付出，帮了一些人，而你是没有设一条界限的。就是我帮到什么样，我应该拼尽全力的去帮吗？还是我应该做到怎么样就好呢？就是可能你之前对自己的保护是不足够的，因为刚好这一章是说要训练你的保护自己的能力嘛，对不对？可能你很累，就是因为你的累是导致别人入侵了你的底线，入侵了你的界限所导致的。那然后呢，我们再看到就是美丽，就是很charming 啊，就是很明艳照人，还有就是很优雅、很善良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可能前一阵子，说不定可能你刚好就是在为一些美丽的事情才去做一些想法，可能想增加自己的魅力啊，可能穿着打扮啊，有买一些新衣服啊，或者去学化妆了之类的。所以前一阵子的状况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希望自己的外表更好，让你自己更有自信，或是更加可以迎接你的能量这样子。接下来我还看到这个 nourish， 它的意思就是自我成长啊，自我专注啊，或是找寻自己的灵魂啊。可能你前一段时间也看了不少一些的灵性相关的东西，甚至乎你好好去了解自己啊，或是去做一些学习啊，去提高自己的能力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可能前一阵子除了应对到一些困难以外，也有在去让自己变更好的。那我们再看看抽到的塔罗牌，看看到底你前一阵子的状况是什么。好，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的魔鬼的逆位。魔鬼的逆位的话呢，就是一个挺不容易的状态啊。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魔鬼就是代表一种就是诱惑啊，或是一种很让你有很致命的感觉啊，这样子，或是一种舒服的状态。可是呢，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在逆位，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你是很认真的去突破，就是你可能心里面有一些的想法，你可能曾经担心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或是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我有能力可以跳出现在这个框架吗？或是我有能力去改变我的人生吗？可能你一直都在挣扎去影响的。我们看呢，我这一张牌本来的那个恶魔两只脚嘛，对不对？你看他就是好像是把这个脚要拉下来哦，你看这个人。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好像可以开始放下一些你的想法、你的思想。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曾经挣扎过，我走这条路对吗？我应该这样做这些转变吗？可是我觉得你应该开始已经有新的，就是知道自己过去为了什么，而是要怎么做。当然，我觉得之前的挣扎应该是不容易的 ，OK， 因为我觉得这个脚好像也不容易拿下来这样子，因为他用这么长的东西才能把它拿下来，所以我觉得前一阵子你可能对于这个市场的挣扎是不容易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星星，这个星星的特色就是说代表那个希望啊这样子，这个人倒了一些水啊，去把这个变成不同的颜色啊，可是是黑白这样子。给我的感觉，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前一阵子啊，你是有一些希望的。我觉得你是因为有一些想法、有些希望、有些契机，你才会想做这些改变。可是这个就是有点麻烦，就是他给你的不是说啊，我直接告诉你这条路是对，你直接往前冲就好了 ，OK， 你就一直对你好，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运这样子，也不是，他就有种让你觉得好坏参半。你就会可能有种怀疑说，明明是宇宙叫我做这个事情的，我觉得为什么还是这么卡呢？或是好像没有像你想象中那么顺利了，有种好坏参半，就是不是当你非常觉得很成熟、很顺利的感觉。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你可能觉得，什么时候我才到头哦？就是很多时候我的表都问我，老师，我现在这个运什么时候才到头哦？我已经很累了。我就有看这张牌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没有给你希望，可是那个希望就是不是很纯粹叫白色，就是黑黑白白的这样子哦。好了，那我们呢，接下来有看下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转折点它会为你带来一些什么东西。好，我们抽到2张牌，第一张叫做这个 belly trap。OK，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猫了 ？belly trap 是什么意思呢？belly trap 就是说，它就是说是一个诱惑 ，OK， 就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有时候啊，猫猫不是很喜欢你去摸它的肚子嘛，对不对？
可是呢，他很多时候这个肚子就是代表告诉你，他很感觉到很安全、很舒服。可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可以随便去诱惑，就是去怎么说，就是你去随便去动它这样的意思哦。因为它这个就是有很多时候这个部分就代表你会放弃了防备心嘛，对不对？你把这个最弱的面检上出来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就是说有可能。就是为你带来的就是我觉得是让你很舒服的一段时间。当然我觉得它有个引诱，就是说不要有时候被过度舒适所影响，让你忘记了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就等于有些人就是觉得哇，我要做什么，我要努力赚钱，好了，那赚到钱是不是就停了？不一定，可能你赚到钱，你真的获得你想要之后，那你继续再要怎么走才可以维持，或者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东西呢？所以就是说，你可能这一刻你才会感到很舒服，就是这样会为你带来一个很舒服、很放心的状况跟环境。可是你不要被这个诱惑就停滞不前了。所以这个我觉得稍微要提醒一下，这样子。不过一定是舒服的咯，结果好像那个猫猫愿意躺开，可能你会觉得哎呀，有安心、信任的感觉那一段接下来的时间。那另外呢，这个的 latch 的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你很注意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会很容易分散了你的注意，是什么意思？你看这只猫，它很注意现在这个高度在什么，它没有发现它这个地方已经损坏了，有可能会塌下来。所以呢，就是说它会带你，我觉得会让你上到高位，就是到一个成功的位置。可是如果当你达到成功的位置的时候，这个转折点会带来成功的位置，那请你注意一下你的。基底打得好不好？就是你的底座有没有做都是稳固的。你会不会现在成功，只是可能是刚好一些只是运气啊，或是可能有时候就是你的爆发是特快的，有时候太快也不是太好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东西不够稳定。假设我觉得生意好，我进大量的货，那如果一下子生意差嘞，可能我就没办法去承受那个钱周转不过来的问题。那所以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你会爬到高位，这段时间准的点。可是你爬到高处的时候，可能你很快上升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底打得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回去看两张牌。好，第一个，它会帮你带来这个转折点会带来感恩。那我觉得一定是好事啦，因为我觉得不是开心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感恩嘛，对不对？虽然不是应该这样子，应该什么时候都感恩。不过我觉得一定是正向啦 ，OK？ 那所以的话呢，这个快满月就是这个叫亏凸月的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觉得越来越趋向完美，你的人生不管是使命或是你的这个想法，你会觉得越来越倾向好像到你满意的状况。OK， 因为这个是慢慢会变满月的意思，所以就是我会觉得你好像已经觉得，我终于走到一条我觉得我往成功的道路，或者我希望的道路在走。然后它还会带给你什么呢？带给你界限 ，OK？ 之前你是没有的嘛，对不对？还是你的界限被入侵了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开始去拿捏，到底我做事情要做到哪里哦？我要怎么样帮人啊，或做什么事情啊？我的界限在哪里呢？就是从这一次的转折点，会带给你知道清晰的界限，怎么样去控制，不管是跟人之间的关系啊，或是你跟我觉得压力有关了，还有就是因为土星也代表压力，可能你会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的压力，或是你的压力得到解决。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再看一下，到底你那个转折点还会为你带来什么样的东西。不得了哦，好事哦，因为首先这个转折点可能会让你可以有一个安心的居所。有可能我不排除有可能大家有是想买房子的，有可能这一组的话就有机会买到房子了，就是因为它就是这个转折点会你带来一个家。如果你可能想结婚啊、成家立业啊这样子，可能就会可以让你成功啊这样子。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个安定的，或是你的安全感得到很好的被照顾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买房子的话，可能你也不是一个小房子哦。你看我这一个是一个庄园，所以说不定这一组的话，有可能就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啊，或是心目中理想的房子啊，这样子。接下来我们看下一张是老鼠啊。老鼠的话呢，它代表是什么呢？它就是代表一种压力啊，或是焦虑啊，或是一些的破坏性的行为。我会觉得有可能这个转折点确实会为你带来一些破坏。当然了，我们就是好像我要搬新家，我可能旧家就要破坏掉，可能要打掉重来嘛，对不对？或是我如果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能我上一的有些东西告别，甚至不要去清理这样子。
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它也会带来你，就是你可能会把一些旧的不适合的东西把它破坏掉，然后准备迎接新的东西的到来。OK， 给我看的话，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几个老鼠是有一种很好奇心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好像探来探去啊，跑来跑去的感觉，所以有可能就是你会带着一个新的好奇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过去的东西可能你就会留着它被破坏掉啊，甚至不可能你就会放弃它们这样子。好了，我们接下来的要看的是你怎么样呢？是可以把这个好运去让它加速的到来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转折点，这个是好的，我们想它快点来，可以怎么做？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力量，然后这个解冻之月，还有这个东方。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牌就是说给予帮助、静心冥想、耐心。有可能就是说，我会觉得，你要怎么做？就是说，有可能你要让自己多一点耐心，有可能你的转折是要点时间去酝酿的，或是你可能已经知道这个是转折，可能你已经在努力知道它会有这个结果，可能结果是需要时间，可能1个月、2个月这样子，你要去有点耐心的去做这样子。甚至乎有可能有其他人帮你，或是你是合作的，可能就给双方一些协助啊，去让大家尽快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然后呢，我们还会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自我的身份的认同、自我的探索跟弱点。那我觉得这个就跟你刚刚我们说，可能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做的，可能你要持续去做。就是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你值得些什么啊？你的弱点在哪里啊？当你越了解自己越多的时候，你这个好运就会更加快的去来到这样子。然后要做的就是要去思考一下新的开始跟灵感啊，就是我觉得你应该也在新的开始当中，只是可能你要多去想，而不是只行动。可能你要稍微想一想，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或是我们就可能有时候在忙着就忘记，我为什么要做个事情啊？这些，所以我会觉得你要多去注意自己这个新的开始是怎么进行的，然后多去想想，其实会不会有什么灵感你是没有抓到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好像走不通，可能突如其来一笔，你就觉得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可以多注意自己的灵感。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抽到的牌是这个波斯菊沟通桥梁，所以呢，你要去跟自己的内在做连接。不过，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跟你的内在，可能跟你的合作伙伴，或是一些你身边重要的人，你可能要掌握去沟通，你可能才会知道自己现在做的，其实有可能觉得不怎样，可是其他人就觉得你已经很厉害啊，你已经做到这样子啊，或是也可以比较容易理解比其他人的想法。好了，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去让自己加速呢？就是这个爱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还有感情嘛，这一组还有感情运嘛，对不对？都会带来，所以我觉得可能你要想一想，这个爱是什么嘞？你怎么样好好的去经营你自己的事情，也好好去爱你身边的人呢？或是怎么样去接受人家的爱呢？然后就是还有自信，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心情是否足够呢？是不是很坚定、很稳定的，像这棵大树这么强壮的去接在地下？你是不是会不会，有时候就是稍微事情不顺，或是有些卡点的时候，就会担心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是不是我怎样？所以这个就是自信的培养的由来。然后呢，我们这个让爱成为灯塔，就是你可能让爱这个东西成为你的指引。怎么叫做爱成为你的指引呢？就是说你是否热爱这个事情，或是你对于这个东西你感觉到喜爱吗？或是你会觉得为这个东西的付出你觉得值得吗？我觉得你可以用这个思考点去想想爱这个字在你心目中的定义或是意义在哪里。好了，我们之后呢就会再看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的乌列尔给你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我们这次有到出字卡，当你找到人生的意义，行动力会自然被唤醒。你有一套让情绪维稳的方法吗？就是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呢？如果情绪，不管你是开心、快乐、或者低落、焦虑，你要有一个让自己回到那个安的点，就是平衡的这个位置的方法哦。因果循环，请多种善因、善念、善行。
忠于你真实的想法与感受 ，OK。还有，把一个大的目标拆成一个个可行的小步骤，你就可以看见路。最后，你真正渴望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OK， 这就是他们给你的一些提醒，或是你一些要想的东西。我们接下来抽到就是这个厨房跟这个跳舞哦，就是你可能要想想，你想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觉得为什么是厨房呢？厨房是一个创造力很丰富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家很容易可以创造东西的地方。例如，其实你想想，你把你的食材创造成为一道菜，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有时候创造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复杂，任何的东西只要是从你开始发想的，从 A 变成 B， 或者从无到有这个过程，就是个创造的过程。你怎么去享受，或是你怎么去让你自己创作的过程是创作出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呢？这个就是他想给你的提醒。然后呢，就是跳舞这一张卡，就是表达自我跟律动，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为了你自己想要的事情去做一个运动啊，或是做一个行动呢？你是用什么方式去表现你自己呢？你从你的工作去表现你自己，你从你的私人的生活上面表现你自己，还是你从哪里在表现你自己呢？找一找，到底你在什么方式上，你会觉得我有在表现我自己，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实在的出现在这个地球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接下来呢抽到的牌就是这个惊讶跟这个灵性开悟。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惊讶，一开始你会觉得，惊讶是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或者其实会吓到啊，或者是怎么样？可是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意外就是意外的启示，那可能就是你没有预料到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就是一开始现在的你这一刻，你会觉得，我站在这个时候回看我的上半年，可能我会觉得，很多事情是我们措手不及的，没有发生，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甚至有可能有人被裁员，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让他措手不及，很惊讶。可是有可能到今年年底，你再回看的时候，你会觉得2026年你觉得很特别，可能很充实，是因为有可能你在这一年，因为你的离职可以你发展新的事业，或是换那个新的工作，你做得非常好，意料之外的好，也会让你很惊讶，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去想，为什么来结合我们的灵性开悟？你要跳出你现在既定的思维，你可能以前觉得人啊就要该怎么样一步一步往上爬，或是应该怎么做之类的。可是现在就是你应该去，当你了解自己更多的时候，或者理解宇宙更多的时候，你要学会跳出这个框架。现在 AI 都出来了，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以前这样子每个人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赚钱，才能做工作，一定要做什么医生律师才能赚钱，已经变得就是说，已经不是说一定要靠知识去绑定。有些很多人如果是 YouTube， 可能他们赚的钱比起我们所谓的赚也更多，或是有更多人的现在赚钱的方式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方法去赚钱了，所以我希望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会不会以前的东西太多的想法去困住你、绑住你，让你没办法去更加好的去跳到最好的地方去呢？这样。那我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收看，希望以下的建议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啊，或是你觉得有抽中啊，我很希望你在下面可以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可能大家看到你的留言，或是有新的想法，也可以帮助到其他有在看影片的人这样子。当然了，我相信就是你的分享这样子，我也会给予你祝福，希望你越来越顺利，是一个正向的能量循环哦。那感谢这次的收看，记得大家就可以订阅啊，就可以接到下一次的有关新的影片的讯息。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好了，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第二组，我们呢现在要看的就是说你的哪个方面的人生会出现这个转折点呢？我们第一张主牌呢抽到就是这个鱼啊，鱼呢在里罗曼卡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个丰盛啊，或是事业成功，就是财务的安全感，还有就是一些的投资的收获回报的意思，是一张很好的牌。那另外呢，我们会一起解的就是这个，我们抽到另外一张牌是蛇。蛇呢，在里罗曼卡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一种，有一种。我先说是背叛哦 ，OK， 或是就是有一种让你有些陷阱的意思啊。它本来的意思是说，
那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在说嘛，是你有什么地方出现转折点。我觉得第一章就很明显啦，就是你可能会受到一些的，就是你之前的一些投资的一些收获获利，或是你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新的投资赚钱啊，因为鱼也是代表丰盛的，它这边就是代表财富，所以你可能就是从你的一些的投资状况，一些比较大笔的钱可能收回来之类的。因为我为什么就会觉得是一笔可能你出去的钱收回来了？因为这一章是背叛，有可能你前一阵子曾经被人家背叛。然后，所以让你有一些损失，或是有一些小人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可能蒙受了一些损失，或是一些钱出去回不来。那我觉得这样配合解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你的东西可以回来了，你之前因为受到人家影响的东西，你回来了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就是这个，就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个很大的转折、翻转的给我的感觉。好了，我们接下来会再去多抽几张牌看看，你还会有什么方面会迎来这个转折点呢？首先，第一张是这个婚姻 ，OK， 然后呢就是这个会面 ，OK， 然后我们再看到就是这个房间 ，OK，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会觉得就是当然啦，你婚姻迎来转折点，就是说有可能你的婚姻变得更加顺。当然不排除有可能变得更加差，有可能之前你本来已经婚姻有很多的状况，你打算离婚，可能你就成功离了，对不对？我觉得有可能。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不定有可能你是已经在情侣的关系，你打算进入婚姻的关系，跳入一个婚姻的关系也是有可能的。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 meeting 就是一个会面的意思。有可能你会有一些本来我会感觉就是这张牌，就是说有一些本来你还在洽谈的项目，就是可能经常开会啊、见面啊，或是见各种各人的人啊这样子，有可能这个案子迎来一个很大的转折，有可能终于成功谈下来了，或是你终于成功去达到一个新的阶梯，甚至乎有可能你把你会面的对象去换了 ，OK？ 因为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也刚好是一对的，有可能就是你跟你一些合作的关系是相关的这个部分，所以有可能就是说你的合作关系迎来一个新的转变，一个转折点。最后的是 living room， 就是你自己的家庭或是你的居所。有可能你准备要换一个新的居住的地方，或是可能你的家要换一些改变，甚至乎装潢。OK， 这个就跟屋子有不一样，屋子有可能我买过来不一定是自住啊或者什么样，可是这个 living room 就是你家的环境，可能你自己的对于这个的布置啊这些东西有新的想法啊，你想换一个新的布置或者去维修啊这样子。好了，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塔罗牌，看看你才迎来一些什么样的转折点呢？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可能在这个的权杖侍从啊这个部分，就是这个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的一个追求是有所改变的，迎来一个转折点。因为权杖就是我们说的权力嘛，对不对？但这个侍从就是比较年轻的能量，他是对未来是有热情、有想法的，好像他望向一个远空，他有一个目标在这边。有可能你以前的目标是希望几岁要退休，什么时候财务自由？现在可能我想把我的重心放到我的家庭、我的伴侣。所以有可能你的这个人生的目标的想法是有所大的改变的，我会觉得不是少，是一个大的改变。另外呢，就是一个第二张牌，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教皇。教皇就是代表一些很传统的想法或是一些思想这个东西。那如果教皇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以前觉得一些的道德伦理啊这种很传统的规范的东西，你可能现在觉得以前好像说读书多才是好，我现在觉得我不应该再走这条路了，我可能要换一个想法，换一个思路。等于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读什么专业，就是正常可能读你这个专业的一定要工作做什么工作，可能我读医学的，我出来应该90%是做医生的吧，对不对？可能现在的人就其实不是，我很爱煮菜，我可能改去做厨师。所以你可能就是以前有些固有的观念想法，你现在被突破或是想通了或是改变了这样子，你可能在这些思考的模式会有所改变。好了，我们看到有什么地方有可能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之后，我们就看一下，到底你过去这一段时间，可能过去半年吧，说不定就是你对于这个转折点出现之前，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第一张看到的这个叫做 mistletoe，
OK，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现在这个植物的名字啊，刚刚我讲的那个是。那这个这个植物的特色它是什么呢？他说在北欧地区，这个它叫做和平的植物。当然很多时候呢，就是那个敌人呐、他就会放下他的武器，OK，见到这个植物的时候，就会他知道这个是大家要追求和平的，不要去打架的意思。所以的话呢，就是其实给我的感觉，如果你抽到这个牌，就是说，可能你之前一段时间是觉得无力感，我已经不想再战了，我已经不想在这里打滚，或者我不想再去努力了，我想放下，我想要和平，我只要人生平安就好，或是我觉得我人生能做到怎样就好了，就不要再这么追逐啊，或者觉得一定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觉得好像我不应该再这么的执着在这些地方，或是不应该这么执着这些什么名利啊，这种感觉，有种像退休了，我有这种感觉啊，应该有点累了。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多几张牌，看看你前一阵子的状况到底是怎样呢？OK，第一张就是有可能就是你有答应了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例如好像答应结婚啊，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承诺啊，这样子，可能你就是有一些什么承诺做了出来，就是前一阵子你可能答应了种要步入个新的阶段啊，或是可能要承担起什么责任啊，这样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你戴的面具 ，OK？你觉得你可能假装你很开心，或者假装你怎么样的感觉？你是有戴着一个面具，没有人看到你真实的你是有在夸张。假设可能你结婚，大家都看到哇，你很高兴，大家都来祝福你，所以你觉得我应该很开心，应该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可能是心里面是压抑或是有害怕的，只是你在隐藏这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这种算是一种隐藏真实的情绪吧。可能前一阵子你的状况是你没有把你真实的想法或者感受去抒发出来的。接下来的就是这个第二可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有一个新的机会，或是你觉得如果我能再来就好的意思，就是你会觉得有种好像之前的东西你想去修改、想修正，你可能下了一些决定，或是做了一些选择，好像你觉得如果我可以再来，我要再选，或者我想再想清楚这样的感觉。好了，我们再看看到底你过去一件时间是什么感觉的。我们抽了2张塔罗牌去看的。第一张是女祭司的逆位 ，OK。那女祭司的逆位呢？它的意思呢？首先，女祭司她本人啊，就是也是代表就是一种很有智慧、很传统、很聪明的一个想法 ，OK。那她是很理性的，她正位的时候就代表个理性的思想智慧。可是现在是逆位 ，OK。逆位有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你会发现这个人。他的眼神是只看到他手上这一本书的 ，OK， 他周遭的东西好像是有很多很杂乱的东西，可是他好像没在注意，很专注。那现在是逆位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说，是不是你有时候会太在乎旁边周围发生的东西，你没有专注在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感受上面呢？就是有可能你觉得其他人觉得你该怎么做，你是在专注于其他人觉得的事情，而不是你自己想不想的这些事情。所以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应该说，可能你前一阵子是有点迷失了，会担心，我做这个真的是对的吗？还是其实我只是为了满足其他人的期望呢？另外呢，第二章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宝剑王后啊。那宝剑王后的话呢，首先它就是因为宝剑是代表思想嘛，对不对？那宝剑王后的话呢，就是一个正确而且就是言行一致的想法。OK，你看到这个很有趣哦，他一个人，这里也有个人，这个人却是最后的这个人是那幅画是背对着他的。OK，我们这3个女人，最后我觉得最主题的那个是背对。那我想知道你自己啊。的陈一贞子是不是一直在思考，其实我应该用什么面目，用什么样的状况对待外面的人才是对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你在思考一下，到底我这样看着你是对的吗？这个方向，你觉得这个才是花，还是这个才是那个花，还是这个才是那个花？到底真实的我是什么样？我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可能你会有些迷失，也有些迷茫。到底我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嘞？还是有可能说不定这一幅整幅都是一幅画，也不一定。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对于画中画，到底我现在是在做梦啊，还是在现实啊？可能你觉得有种模糊，甚至乎你有点搞不清楚。就是我给我的感觉了，就是你前一阵子状况。
那我们再看一下，到底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人生这么多方面的转折点，会为你带来一些什么东西？首先，第一张我们抽到这个 The Vet， 就是这个兽医。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躲起来的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抽到这个兽医呢，就是说，稍等我一下下。好，第一张呢，这个就是这个兽医。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不要慌张 ，OK？ 它可以带到就是一种安全的感觉。为什么呢？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是在这个猫的那个笼子，如果有养猫，就是我们可能会带出去的感觉。通常猫在那个笼子里，就是你手提出去的那个小笼子，你就会觉得这种慌张啊，或者不知道怎么样，因为一直在晃动嘛，对不对？而且不知道主人要带你去什么地方了这样子。可是呢，就是说，其实它是带你要去见这个兽医的这样子，就是去帮你去，可能要去帮你去带你去怎么可能有生病啊，或是有些护养啊，要去帮你去处理的。简单来说，我会觉得就是这一次的转折点会让你带来，就是你可能之前一直只是摇晃不定的，你终于找到答案，找到解决的方案。因为兽医可能就是那个解方，可以帮你处理一些你发生的问题，或是你找到一个解答了，找到一个处理的方法了，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躲起来的一个点啊，大家都知道猫猫是很喜欢躲在一些箱子里面去偷看的嘛，对不对？那可是他们会很喜欢，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是很安全的，觉得很安心，可以去观察它的这个附近的世界怎么样。所以你可能终于找到一个地方，你可以停下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OK， 就是现在有时候我们太多的问题，你自己想停都停不下来，因为我不去处理那些问题，我就没办法再走下去，或是我根本上就会可能生活不了怎么样的。可是现在的话，就是你终于可以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好好停，去观察或者去休息一下，这样子，就是这个改变会为你带来一个暂停，可以让你稍微歇一下的状态。然后呢，很好的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看到就是你的转折点会带来你木星，就是幸运啊 ，OK， 就可能你下半年运气会转好哦，就是经过这些转折点之后，可能你发现，运气终于回来了，或者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好像东西都在帮助你，宇宙能量啊都在协助你这样子。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就是北焦点，就是你人生使命得到完满的意思啊，这个牌。那所以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可能开始真的走到上去你人生的道路，你喜欢的位置，或是你感觉到好像我其实一直原来就是追求这些东西。因为北焦点的人生使命就是我们这一辈子所追求的，应该要往的目标的进发。那所以的话，你可能就会帮你带上一个新的道路、新的目标。接下来呢，我们还抽到的牌就是这个船跟这个鸟啊 ，OK。船呢，就是说等于有可能你会去一些短途的旅游，或是你可能会去一些的就是我会觉得可能交流啊，或是你有很多出差的这个机会，为你带来一些开阔视野的机会吧。我会觉得，不过我先说，你看到这个船有点风高浪急的地方哦，所以有可能你会觉得这段时间可能说不定你还会感觉有点累，或是有点忙哦。可是我会觉得就是会好的，因为这一边是在阳光下，或是比较开始感觉比较平静，所以我会觉得你可能还是有一段比较小繁忙的时间，可是为你带来更多的机缘机会。甚至乎出差啊这些可能性，跟其他你不熟悉的领域连接的可能性。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鸟，这个叫送子鸟啊 ，OK。那它是代表有个全新的机会的到来，你会发现哦，它好像有种雪要化掉了 ，OK。然后你看到月亮很美嘛，那我会觉得就是说，你可能之前那一段比较心里面觉得比较差、比较累的时光，要准备要结束，要迎来一个全新的阶段，你可以展翅高飞的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呢，接下来要看一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好运加速的快点来呢？我们也想快点脱离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怎么加速呢？首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领导力、自我纪律跟精神能力，所以呢，你要开始把自己顾得好一点，甚至乎你要给自己一些规定，应该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你要有这个领导能力，适当的时候要发号施令，或是给出自己的建议。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自我表达、平衡的关系跟界限，因为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嘛，就是这一组很多的转折点是跟一些关系有关的，所以你要学会怎么去跟对方沟通，
让大家都不会觉得吃亏，或是觉得心里面觉得不舒服。怎么样去学懂一个平衡的关系呢？怎么样去表达你自己才不会影响到你担心或是影响到其他人的关系？怎么去树立自己的界限去保护你自己呢？这个就是你可以帮助到你更快达到你的目标的方法。另外呢，就是这个清明心智觉醒跟美，就是说你呢可以就是让自己的思想更加清晰，有时候可能做一下冥想啊，或是去多思考一下，到底其实这一刻我是不是开心啊？多做一些自我观察吧，我觉得就可能会更加加快的你的蜕变跟思想上的改变吧。好了，我们接下来抽到是这个常春藤，是超越自我。那所以我说会觉得就是说，你现在要好运加快，就首先你要去知道，你可能过去的东西是为了怎么带来你什么新的心灵课题啊，怎么样去让你更加快的去有可能就是因为你之前的经历让你少走了一些路，可能让你更快达成你的人生使命或是人生目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才会遇到这些你可能这一刻觉得不明所以，或者觉得很不顺啊，或者觉得不太好啊的事情啊，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当你愿意去用新的意志去面对你的生活，你可能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你可能会更加积极的去面对，找出到解决的方案，甚至我挑多新的阶梯。好了，还有什么可以加书呢？我们看到这个进化成长，对自己温柔，还有内在实相。好，首先进化成长不用说啦，就是等于说你其实这个就是在做一些蜕变，你已经在做了，只是你怎么去相信这些蜕变是对的，你愿意去好好的去继续走下去，不要放弃，不要去担心。然后就是对自己温柔一点哦，就不要太过苛刻。不是说我刚刚假设你要自律，你不是说今天不行，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毕竟东西可以一步一步来啊，没有说一定要马上立刻就要改啊。老师说我们要怎么做，要自律，我就要马上做自己。其实不是啊，就是你有时候是觉得我已经有努力到，你要认可你自己。就是两边都要并行，不是一昧的就是要推自己 push 自己，需要一个可能自己觉得没法承受的部分。内在实上就是你要看清楚你里面到底想要什么，你是真的开心吗？你真的是想要吗？你真的是这个是你的想法吗？看清楚自己的内在，看清楚自己的内在小孩，看清楚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这个比一切都来得重要。当你认清楚的时候，你自然就很懂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自然就不会怀疑，不会犹豫，当然会省很多时间，自然就会越来越快了。好了，我们最后来到的部分就是这个乌列给你的提醒啊，我们抽了一些字卡。第一张，请坚持你的信念，不要自我怀疑。你害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到底你可能这个真的要想到底为什么我会有恐惧？是我潜意识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只有你能够决定你的人生，现在的一切都是你的选择。有些人有时候会觉得我现在过得这么烂都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我要听我妈妈说，听谁说，那为什么你要听呢？有可能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要听呢？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觉得自己现在的付出值得吗？如果你对这个是有怀疑的话，有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可能觉得现在觉得过得不好的原因。多使用你的直觉，它会带领你，所以你是有直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去认清楚这个事实呢？你愿不愿意去相信呢？然后你相信宇宙一直在协助你实现愿望吗？这个呢，有时候我就跟他很搞笑，就说老师我许了愿望都没有成真，那有时候宇宙是在协助你，可能给你机会，只是你不知道原来这个就是为了达到你的那个梦想的机会，而你没接住。所以呢，好好去想想，宇宙其实给你的方式是无限种的，不是一定要像你想的那样的，只是你有没有足够的相信，其实你每一个可能性都是为你带来梦想的一条道路这样子。我们接下来的抽到物理的建议，还有这个黑曜石，就是阶梯扎根、迷雾跟空了。这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的安全性，就是你对自我的这个感觉，你觉得自己会不会对钱很容易焦虑啊？你会不会很容易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没有受到保护？会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只有单打独斗呢？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或是你的想法太多没办法空下来。
第二个就是这个是代表黄色，代表太阳神经丛，就是你的适应力、弹性跟个人能量。你会不会对于自己的做法不够自信？会不会觉得很僵化？因为你很担心不这样做就会失败，你会这样子，所以你没办法去调整你自己的弹性，就是变得很固执，变得就是没有办法借助宇宙给你的任何的可能性呢？最后的建议，第一章是疗愈。疗愈就是说，你要去疗愈一些过去你的想法的问题啊，你要去觉察、去修复。为什么我可能刚刚有些问题是说，为什么我害怕？可能你从来都没有注意，或是你以为你已经治好了，你以为你已经治愈了，可是你会发现，原来你在做选择或者做这些东西的规划的时候，这个问题原来还是会一直的影响你，甚至乎你都没有觉察。你要去细想，才会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你要有自我觉察跟收复，你才可能帮你走得更好。最后是匮乏感，到底你才害怕什么？为什么总是觉得我钱不够啊，我什么不够啊，我这里不够，那里不够啊？到底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可能缺爱，可能缺钱，或是可能缺安全感？那你的缺的原因是来自哪里？是因为你童年，因为你的家庭，还是因为什么呢？请你好好去找出来，好好的疗愈，好好的去治愈，才不会一直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去影响着你的决定。这就是我们说的潜意识嘛，对不对？希望我们这一次的占卜的建议对你有帮助。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或是有任何的感觉啊，也很希望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也会用心的每个去回复。那希望我们的能量会正向的循环，大家的运气也会越来越好哦。那非常感谢今天的收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记得订阅跟大家分享哦，这样子下次也可以去介绍新的题目啊，或者新的一些的我们的影片这样子。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你，拜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的是第三组，就是这个玫瑰花。那玫瑰花呢，代表的意思呢，大家就是我们的主牌啊，今天第三组的主牌，就是你哪个方面的人生会出现转折点呢？那如果有用雷诺曼卡的人都知道啊，这个玫瑰花这个花束，其实呢就是代表这个很开心，一个小礼物，一个感恩的东西的意思。那就是也会跟感情有关，可是我觉得这个不单纯只是指爱情，它相对来说是一种感谢的东西。那我们再抽多了一张一起看。那这个就是这个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冲突跟那个矛盾的意思。那这两方面引来转折点，就是说，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你的生命啊，从我不知道你现在就是感觉你身边的人懂不懂感恩，或是你有没有觉得今年经常被感谢，有可能你这方面会引来转折点，就是你会引来可能你自己对其他人出现一种感恩的心态，或是很多人对你出现一种感谢你、感恩你的心态。另外呢，就是矛盾跟冲突，有可能现在的你啊，其实是陷入在一种就是很多的争吵的事件上面去，或者大家双方是矛盾的，或是觉得有一种很冲突性的东西，有可能这两个方面会引来一个转折点，就是有可能就是你现在有可能就是越来越多人感恩你啊，或是你之间跟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可以缓下来的，甚至乎有一些突破性的转变呢，我会有这种感觉。那好了，我们接下来会看多几张牌，看看还会有哪些方面哦。OK， 首先第一张我们看到这个 sorrow，OK， 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种很悲伤、很悲哀的状态。有可能之前你是个很 down 的，就是一个很寂寞、很无奈、很没有信心的一个状态。可是现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有可能你的心态会改变，不会再那么忧郁、这么的焦虑、害怕的感觉。因为我们下一站看到希望 ，OK， 然后还有就是主角 ，OK， 主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我们希望，当然不用说啊，就是你可能现在终于看到一些曙光，因为你有新的想法，你自然就才会有改变嘛，对不对？就是可能你曾经一些想法，或是你曾经一些希望，或是你的盼望是有改变的，有可能你的愿望觉得有调整，不一定。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你发现你的愿望应该可能之前想错方向了，现在要换一下，或是可能你的目标你之前想的好像我以为我要这些，其实你不是要追这些才对，也不一定。那然后这个主角就是说，可能是你的核心价值跟想法有改变，就是可能你觉得这个是你人生的主轴，可能我以前觉得事业最重要，或者钱最重要，可能你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你有一个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改变 ，OK。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看到语言的逆位跟这个审判的正位。
首先，愚人的逆位就是本来愚人就是说哇，他愿意很积极的去探索全新的事物、新的改变。那现在逆位的话，有可能你倒过来，你觉得好像原来很多东西是我现在这边已经有了。你的改变可能就是在于一个方面，可能人生的体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代表人生的旅程嘛，对不对？以前可能你觉得要积极的扩张，自己要往上怎么样的，你现在这个方面，你对你人生的想法跟使命，你是有个重大的改变。可能你发现，可能之前想的，我以为的都不对，或是倒过来，可能就是因为本来愚人就是一张白纸嘛，对不对？可能你发现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经历，甚至乎在可能你到这个人生到这里，你发现，好像我已经知道我要什么了，而不是一张白纸。然后我们会看到是审判，审判呢，就是说你终于获得胜利嘛，对不对？正义取胜嘛，或是你终于可以复活过来了。所以这个转点就是好像，有可能之前你是有一些不公平的被对待。包括我有这种感觉，因为你有没有被感恩，或是你可能有很多冲突，好像终于还你一个清白了。原来你说的都是对的，或者你原来一直做的事情都是对的，这变成就好像你在坚持，或是你在做什么的决定，终于找到答案，确定这个决定是对的，是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好了，那我们知道人生哪个负面出现的就是转捩点会这样出现嘛？这些方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到底你过去一段时间你的状况啊，你的心态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我们首先呢看到这个 blacken， 首先呢 blacken 是指这个植物的意思啊 ，OK？ 那如果你是出现这个花朵的意思的话呢，首先它代表的就是说，这个的花的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金色的它这个的 ferns 就是那种蕨类植物啊，其实它是相信就是会带来这个一个力量啊，是可以让你看到看不见的东西，所以呢，就是它是有一个很神奇的魔法效果的。他说：“你不要去害怕，让自己变得人家有可能有时间看不到你哦。”他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世界其实不知道不一定需要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有时候你可以让自己逃离公众的视线，直到你准备回到大家的眼前。那所以我会觉得这张牌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你过去的时间，其实你是觉得很累的。我觉得跟这个牌很对，就是说，有可能你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说，你在没有转变之前，这个转折点还没到之前，其实你很想说，大家不要再盯着我看了，我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做很多了。好像有可能公司你被盯，或是你有很多的状况下，大家都觉得要看你怎么做，觉得要去，就是你的状况会被大家很关注。可是这样的状态会让你觉得很累，被关注这个事情，有可能你是个 I 人。OK， 所以就是你前一阵子状况，你会觉得有种被过度注视的，我可以这样说。那我们接下来抽到的是这个 one day，OK， 一样就是 exhaustion， 还有这个 loyalty。OK， 首先第一个就是有一天，任何时间，任何这个东西 ，OK， 我会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看到那个图那个脚踩的很多不同的颜色，它不止蓝色，还有红色、绿色、黄色，就是你会有种感觉，你的时间说有一天能做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才到岸？我就很想要一个答案，到底我什么时候到头？你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这种纷乱的时期、纷乱的人生？然后呢，就是那种很累的感觉 ，OK， 你已经觉得好已经被榨干了，就是你已经被榨干，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这个旅途太长了，我什么时候才到头了？我就有很长的无力感，跟就是那种很想要知道答案跟终点在哪里吧，给我的感觉可能前一阵子。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中心。有可能，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你是一个很忠心的人，所以你一直都很相信，我相信宇宙一定会带到我。当然了，我觉得你很坚信、很相信也是一件事情，可是你的心的，就是身体跟灵魂的状态，都给我感觉就是我很累。就算我再强大的相信，我还是觉得我自己越来越匮乏，越来越担心自己做不到这样子。好了，那我们还会看一下你之前的状况会是怎样。我们抽了2张塔罗牌哦，第一张是死亡。OK， 你已经觉得累到想死啊，或者是已经觉得真的觉得太累了，因为这个人是已经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他的表情是那种累到爆啊，或是这种面无表情的状态，头都裂开了，已经你想想。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已经焦头烂额了，有一种已经觉得，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不简单，
当然我会觉得你可能表面上是还是很乐观相信，可是你还是心里面有一种很强大的一种焦虑感。然后呢，我们看到钱币五哦，钱币五的话其实就是需要被帮助的意思，就是我们说可能一种就是需要被救援啊，或是需要被帮助啊的状态，那种匮乏感啊。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你已经很想喊救命 ，OK， 啊，救救我，我不行了，我不能再撑下去了，这样子。可是好像没有人看到你了，因为你看他们是往不同的方向的感觉，然后各自走各的 ，OK， 各自都要踩高桥这样走。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的前一阵子状况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很需要被帮助、很需要被疗愈、被解救的状态，可是应该没有人帮到你，要不你就不会这么的受到这些牌了，这样子。那我们接下来了，知道你过去的状况，那我们想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些不同方面的转折点，对你有什么的帮助，会为你带来的什么东西呢？第一张叫 The His， 第二张叫 The Adventurer。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第一张这个 Hi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终于要发脾气了 ，OK？ 就是你看他好像有点凶的感觉，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 his 这个声音啊，是小猫也会刚学会的声音发出的声音，是表达它面对恐惧跟一些恐慌性的东西来说的声音来的。所以呢，有时候你不这样子去象征你是有能力的，你是刚刚说我不是好欺负的这样子，所以你开始会树立一种你是有能力去保护你自己的，你是愿意可以去展现，像这个小猫用这个调性去吓怕他的对手，让大家知道我不好惹，我不是普通的这样子。那然后呢，你这段时间还会收获就是这个 adventure， 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说其实不同的动物嘛，对不对？它可能都有可能会有机会去野外冒险啊，这样子。就算是小猫，你也可以帮它带上装备，带去冒险，这样子。这个是个精神。所以呢，主要就是只要你去把你的装备带上了，其实你是不用担心，你可以去勇敢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的。所以这段时间就是说，你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好，你觉得我要放开自己。多看多不同的东西，多去探索这个世界，多去了解不同的方面。我可以就是让主人把我的这个绳带拿掉，我可以去学更多的东西。可能这一次的这些问题啊，去让你就是有个开放自己去探索世界的可能。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就是还会为你带来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就是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就跟这个很搭，就是你可能对于世界啊，对于万物啊，就想多沟通、多了解、多看，好像原来好像我很多东西原来我还没会的，我想知道更多。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火星的行动力，所以你变得比以前可能你以前是比较会等别人去做什么样的，你会这样主动、更积极的去做探索，再去了解，甚至乎再去看看怎么样可以去调整自己啊，或是探索整个世界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你有什么改变呢？好，首先呢，我会觉得带来这个的，还会为你带来就是速度。因为其次就是说很快，很有行动力，很有冲劲的，所以你可能就算你本来是缺乏行动力，现在变得就是我想到就会马上做，我很想知道结果会怎样。然后呢，属性来说，就是我会觉得就是一种你的想法会更加正式。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就是觉得，我有些东西我就想想就算了，我不打算认真做啊，我不打算好好的去表达。可是现在是一封信，就是说，我会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你可能觉得很多东西我应该认真去做做看，认真的去写写看，说不定会带来什么。可能认真的去写报告，认真的去写申请书，可能你会觉得就是带来这些一些的这个对事情认真的看法。另外，当然我会觉得还会带来一些好的消息啊，给我的感觉是因为它可能就是你之前有投过什么的申请什么之类的，可能会回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感觉比较正式的东西，可能什么的官方的一些什么东西会得到，或是你参加什么的比赛，那个通知会来了这样一种感觉。好了，我们呢接下来会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好运去加快的让它来到呢？第一章是共识性、平衡、坚定不移 ，OK， 所以要相信 ，OK， 不要怀疑 ，OK， 共识性就是有可能就是你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多共识性的事件，你好好去想想这些共识性的事件是为什么呢？另外呢，这个灵性连接、完整跟智慧。
可以多跟自己的灵性去连接啊，或是去多了解这个宇宙的运作的法则，增强自己的智慧，灵性上面的智慧，让自己可能怎么样去把自己变得更完整，更加知道我来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想法，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更快去找到我的人生使命，或是怎么去达到我的人生使命。然后呢，就是迅速的改变、跟重建、跟生命原力，就是我觉得啊，因为你前面有几张牌都是一个行动力跟很迅速的意思，所以你要让你的好运的变成就是说，你要去加快的去建造你新的可能、新的基地、新的什么事业之类的，而且你要行动要快。OK， 因为你看这是一个音嘛，就是行动很精准、很迅速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以前有可能你是有拖延症的人，现在戒掉改变了 ，OK， 不要再拖延。最后呢，阿明就是这个部分，我们还抽到这个九重阁，就是代表温柔与慈悲。所以你要好快一点好运的话，请你表达。我觉得温柔慈悲不是说你对外人啊，我觉得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是对于你自己，可能你对自己可能不够温柔，有时候逼啊不行啊，我要做快一点，那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我会做不完啊，或是我会觉得我会损失了什么机会啊，所以你可能会不禁去压迫自己啊，所以你要对自己温柔一点，慈悲一点，相信你自己的努力是会被肯定的，不要过分焦虑，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然后呢，还有就是怎么样可以用好运到来呢？请你对自己表达感谢与欣赏，还有忠于你自己内心的想法。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忽略了我们自己真实的想法，所以因为有时候你没有去注意自己想法的时候，很自然啊，你就会觉得做下来的东西不是你想要的，或是你觉得没有到那么开心。所以请你想想自己的心到底是想要什么呢？最后是大丰收 ，OK， 所以我觉得大丰收给我感觉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啦，就是如果你今天也抱有感恩的心，别人也会用感恩的心来回报你，所以你要相信宇宙啊，所有东西都在帮你，你就一直都是很丰盛的。好了，最后呢，我们要看看就是乌列大天使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是什么。首先就是你的身体正在对你说什么呢？你会不会已经身体有一些状况是你没注意到的？想想其实为什么你身体出现这些状况。第二个就是说，请你试着用更长远的时间去看待这个事情。可能3年之后的你，甚至1年之后的你，更会明白为什么你现在这一刻，或者前一阵子遇到这些事情。所以我知道你前一阵子可能很慌张，甚至很焦虑，或者很担心，可是这些都是为了磨练你，或是为了让你跳到更高的地方。然后呢，现在的你有足够的安全感吗？你会不会很容易焦虑，很容易为自己担心呢？你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吗？刚刚我们前面有一张张的牌哦，会不会你很想要帮助，可是原来一定有人想帮你的，只是你自己是拒绝的。我有时候觉得大家很客气，很喜欢讲客气话，明明你就想要帮助，不要，没关系，我可以的，这样子其实你就在推开。然后时间也在考验你的耐心，也是宇宙给你的试炼，所以可能真的要耐着性子，可能要稍微等一下。然后呢，就是当你懂得珍惜与感恩，成功就离你更近。就是我们好几张牌都是说那种感恩的心哦，所以感谢，真的要感谢身边的人啊，感谢你自己啊，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呢，他再给你的建议就是说，跨越的仪式，然后这个第3眼跟灵视力。我觉得跨越的仪式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愿意舍去一些过去你的不好的习惯，假设你有拖延症，请你可能做一个仪式，做一个法术也好，魔法也好，告诉自己我已经脱离过去的自己了，我已经重生，我已经改变了，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思维，不要像以前那样的想法，这样子可以让自己更加坚定，更加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已经改变了。然后呢，第3眼跟灵视力就是说，多用你的直觉，或是你好好去发现你自己是有什么直觉能力的，不要把自己天生这种直觉力给埋没。好了，他最后给你的建议，我们抽到的就是这个也是第3眼的意思，眉心人。首先第一组是妈祖，请你不要担心哦，我会感觉就是说，因为妈祖这张牌在我这副卡片的意思就是说，它代表守护，你会平安到的。你看这里这么大的风浪，妈祖的法力帮你很稳定之下，你都会找到你该去的道路，你一定会可以顺利平安回来的。所以不要怕，你现在就算你感觉很风高浪急，很混乱，你相信你一定可以撑到，你有神明的保佑。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眉心轮，就是觉察你的直觉，可能其实你的直觉可以帮助到你很多，甚至乎可以给到你一些想法。不要忽略，不要觉得我只是想太多啊，是我自己的过度的敏感而已啊。很多时候我就发现我的个案其实有直觉的，只是他们很多时候都会用我可能太累啦，其实不是这样啊，或是我想太多啊，去忽悠了，或是去轻视了这些直觉力，所以就没有办法让他好好掌握宇宙给他们的讯息，或者宇宙想给他们的一些机会。那希望你多注意，多去考虑，去发现这些能力哦。那非常感谢这一次大家收看，我希望这一次的给大家这些建议啊，是真的可以帮到大家快速的愿望成真，也可以在这个下半年过得更快乐、更轻松。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也很欢迎你在我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也会每一个回留言我都是亲自去解答的。那也很欢迎你去跟大家分享啦，我们让这个正向的能量可以循环，大家都越来越好。那非常感谢你这一次的收看，谢谢你，拜拜。